雕，靖哥哥，怎么了？不好，他们有难。他们是谁？华筝和托雷他们。我听着白雕的叫声，他们估计是在附近遇到麻烦了。撤！情况是这样：宋军反水，围剿蒙古族使臣，致使蒙古族王子公主下落不明，其余二人拼死反抗，最终横尸荒野。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不明白也无妨。问问我这把刀，愿不愿意？动手吧。静儿，顾先生，阿珍妹妹，托雷安达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好，来。怎么又是你们？见着本姑娘还不快夹起尾巴滚，好省去些皮肉之苦。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啊，拐着弯的骂人。今天就好好收拾你这张嘴。好啊，今儿个本姑娘专打你这张臭嘴。哼，好。邱帮主，靠你了。上次老夫为放你们一马，煞费苦心，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？原来你这老骗子也在这儿。我说小崽，舍血喝撑了吧？这位可是铁掌水上漂裘老前辈。裘老贼，归云庄一别，可是想了什么星星骗术？还不快拿出来让大家笑话笑话啊！你自己的性命连自己都不珍惜，那就暂由老夫保管吧。好，那就让我们见识见识吧。安达，靖哥哥，我呢，就喜欢收拾你这种江湖骗子。这裘老贼也算是我一个开心果，让我去跟他玩。裘老前辈，我这招叫噼啪大耳光，还请您指正。赢了也胜之不武，因为江湖上会说老夫以大欺小。考虑再三，老夫决定不与尔等计较。叫你爹黄老邪来找我吧。裘老前辈，你没几十岁，有个几十斤了，本事不大，脸上功夫却不小，还想叫我爹来打你？我呸！小小年纪竟狂妄到如此这般！你可知老夫这些年在深山里练就的横练功夫，岂是等闲？老夫这一身内劲，遍布周身每一寸。你刚刚冒犯于我，看似将我打脸，其实已被我护体真气反弹于无影无形。恕老夫直言，你已经受了极重的内伤，只是你尚且不知罢了。身上还有这等功夫？靖哥哥，没事，
别听他胡说八道。2个时辰之后，你必气脉堵塞，运气不能；5、6个时辰之后，你必浑身疼痛，如刀剁斧砍；12个时辰之后，你必经脉寸断，七窍流血而亡。这牛皮神功那么厉害，那我要不向前辈您讨教讨教，岂不可惜了？这招银锤打落，这招古月行兵。怎么回事？略疼。你笑什么？笑你死到临头，尚不自知。你可知被我真气反弹者，伤我越深，死得越快。老夫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就不知道迷途知返，好自为之呢？非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吗？多好的姑娘！就是啊，可惜了。前辈鼻血直流，竟如此欢喜，真是大师风范呐！是啊，裘老前辈的修养，我等是望尘莫及啊。但老夫向来以仁义修身，倘若你现在磕头认错，兴许能得到老夫最后一次机会，也未可。为什么会？看来你命中该有此劫，老夫也爱莫能助。告辞。不是裘帮主，裘帮主，不必劝我。老贼别跑！都上啊！弹指神通，慌了些。裘帮主，难不成要以多欺少？弟弟，你还没走啊？亏得我没走远。你个惹是生非的性子，你可知道，裘帮主当年一双铁掌打得威震天南的衡山派一蹶不振，不知深浅。爹爹，他就是个大骗子。黄岛主所言极是，令爱这般交情，怎受得了老夫一掌？即便将其掌力收回10之8九，想必不死也会重伤。到那时，我如何向黄岛主交代？我这份苦心，唯有日月知道罢了。这么说，倒是我不懂事。倒也无妨。老夫多说无益，今日就让我来领教你这一双铁掌吧。很好，很好。实在不求，帮中突有要事要处理，黄岛主不如改日与老夫在铁掌山一聚。到那时，你我把酒言欢，切磋琢磨，不失为一件美事。告辞。慢着，今日相见今日远，何必推三阻四？你刚刚不是还叫嚣要和我爹爹动手吗？现在我爹来了，你倒是动手啊！实不相瞒，与黄岛主切磋，老夫早已日思夜想。只是像我们这种威望之人，对决之时，必然是华山论剑之日，岂能在这种荒郊野外草草了事？但是，黄岛主如果不敢与老夫正大光明的对决，老夫也无话可说。武学切磋，重点在于你我，在不在华山不重要。是。
盛情难却，再做推辞，倒显老夫故作姿态。既然如此，黄岛主，也只有你配得上老夫使出这铁掌神力。邱帮主，请。裘老前辈，您快快来吧，晚辈已经期待许久了。丫头，正所谓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。这老头难道是故意藏拙？但我真有些手段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又怎么了？忽觉腹中疼痛难忍，想必是要出宫，也未可知。都睁不开眼睛了。你是黄皮子精转世吗？还有这等本事呢？出宫之事防不胜防，怎么能说是本事呢？黄道主，不会是想趁人之危吧？等等，给你草纸。滴水之恩，必当涌泉相报。稍微一等。爹爹，这是什么？这铁掌帮的令牌，当年在江湖上好大的威势，黑白两道简直都怕。这令牌这么厉害？铁掌帮前任帮主是位老英雄，武学人品都让人敬佩。那为何这代铁掌帮帮主如此不堪？盛极必衰吧，世间万物莫不如此。这老骗子靠着江湖骗术坑蒙拐骗数十年，要不是上回在归云庄吃了瘪，我们还不知道要被他蒙骗多久了。胡进，还不住手！拿女人做人质，算什么英雄？你英雄，你厉害，我们打不过你。不过你现在又能怎样？哎，别乱来！臭小子，再敢动一下，这个蒙古族公主会当场丧命！动她一下，我取了你的狗命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按住他，让我卸了他！郭靖、拖雷，你们不是很厉害吗？啊，过来啊，打我呀！现在不敢了吧？啊，你们敢过来，我现在就杀了我！阿正，没事吧？他出宫也出了半炷香了，不会是故意磨时间吧？不好了，被骗了！这老骗子早就开溜了，什么铁杖水上漂，就是一江湖老骗子。王重阳当年约他来华山之巅，他百般推辞。原来如此。郭靖哥哥，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我看到雕儿一直在叫，
就想到你们肯定在附近遇到什么麻烦，就和蓉儿一起赶过来了。又是蓉儿。郭靖，他是谁？啊，这爹爹，他……郭靖，我妹妹为了找你，几次差点丢了性命，现在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说，什么时候返回草原？安达，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，暂时不能回去。男子汉纵横天下，行事一言而决。就算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个了结，你也得给我妹妹一个明确的交代。什么时候回去与她完婚？哥哥，你别逼他。华筝妹妹，原来在上到桃花岛之前，你就定过亲。是。那你还敢如此这般的戏耍我女儿？爹爹，我和靖哥哥是两情相悦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爹爹，蓉儿此生只求一生一世，一心一意，我绝不可能跟别人分享靖哥哥。郭靖，你是因为这个女人变了心了吗？郭靖哥哥，华筝妹妹，安达，华筝咱们三个从小一起玩到大，我一直都是把她当成妹妹。谁稀罕做你妹妹？我草原多的是好男儿，你以为我非你不嫁？哥哥，我们走。公主，公主，郭靖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这次丐帮大会非常重要，关系到新老帮主交替的大事，所以天下丐帮的弟子都汇聚到越州了。你眼睛瞎呀？没看见咋走吗？骂谁瞎了？骂你呢！你们竟然加入了丐帮，做了叫花子！你们姓一派还舍不得身上这些光鲜华丽啊！要我说，我今天就让你们做一个真正的叫花子，你们得谢我的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是，谢你！丐帮弟子以牢记，惩恶扬善，匡扶正义为己任便是。你们这些无义派只会搞这些表面功夫。你们既然想要跟狗抢吃的，那就去抢好了，我们谁也不拦着，是不是？说人啊，说人呢！就你们这帮一个个挂羊头卖狗肉的！杨少侠莫怪，我们丐帮本身就分净一派和污一派，向来他们针锋相对，我们都见怪不怪了。自己干净的米饭不吃，非要吃剩菜剩饭的，做的那么下贱，就以为自己是丐帮弟子了？你再说一遍，赶紧去找石师吧，他去晚了就被狗抢走了。谁是狗人？干什么？各位兄弟，大家都是丐帮自己人，万事好商量，万万不可伤了和气。是。我见丐帮弟子对此帮顶礼膜拜，想必这在他们心中十分重要。你出去的时候还是把它藏好，不要引起误会。放心，我行事自有分寸。你就在这里好好休息，等我去见见丐帮的长老们，商量一下如何处置这法棍，很快就回来。那你说话做事多加掂量，把此棒还给七公就好，不要再生事端。丐帮自有丐帮的行事规矩，我听从安排。妹子，放心吧，我只是去还个东西，不会惹出祸来的。那小心些。知道了，我已经和往日不同了。
公子，我已与景、彭、梁3位长老禀明了此事，他们就在这城隍庙中等你。冲动，帮主的就算再糊涂，也定不会把帮主之位传给用这等阴毒功夫的小子。3位长老，在下杨康，奉七公遗命，持丐帮信物来赴丐帮大会，绝无其他念头。若引得3位长老误会，万分抱歉。 眼下我既已将此棍送到，也算了了七公一桩心愿。长老们若是看不起在下，在下即刻便走。七公他老人家当真驾鹤西去了？其实到现在，我也不愿意相信七公他老人家已经仙逝。若非他老人家临终时在我的怀中，你好好说说，七公他老人家是怎么死的？半月前，我随七公一同前往越州，途经临安城郊外的牛家村，却不料遇到了桃花岛岛主黄老邪。彭七，你徒弟郭靖骗了我女儿，把她交出来，不然我打死你！ 你可真有意思，你自己女儿不听你的话，怪起我来了，想打架是吧？不要那么多理由，来吧，卡尔让开。七公，你小心啊！师父和黄药师比拼内力，僵持了许久。师父，我来助你。不可，我丐帮行事向来光明磊落，怎能乘人之危？ 师父他老人家行事磊落，可谁料那黄药师技不如人，耍了阴招。一派胡言！帮内早有传言，郭靖、黄蓉是帮主的徒弟，他们怎么会欺师灭祖？郭靖分明是为了讨好黄老邪，迎娶他的女儿，才偷袭七公。你称七公为师傅，他可不会九阴白骨爪这种阴毒的功夫。此事说来惭愧。 在下年幼时，曾救过梅超风这个魔头。他当时身受重伤，性命垂危，本有杀了我的念头。可能考虑到我若死了，无人指使，便强迫我拜他为师，教了我几招九阴白骨爪。再后来，我在江南一带行侠仗义，遇见了一个大恶贼。 功力不济，被恶贼打败，身受重伤，命在旦夕。幸得七公出手，救下了我。我本有意拜七公为师，可他当时却不愿收我为徒。是啊，七公嫌啰嗦，的确不愿意收徒。再就到后来，我与七公在牛家村，遭遇黄药师父女和郭靖围殴。 我舍命救下了七公，师父终于在临终前收我于门下，并将这丐帮信物交给了我。你可知七公将这丐帮信物传给你意味着什么吗？师父并未提起，只叫我一定要将此棍带回丐帮。杨公子啊，七公他老人家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，他是希望你 成为丐帮的下一任帮主。3位长老，在下人微言轻，实在无法担当得起师父如此重托。
还请长老们另选能者，担此重任。哎，杨公子不必推脱。七公既然将这丐帮信物传给你，定然是对你的人品和才智经过深思熟虑才做的决定。你也不必妄自菲薄。至于这功夫嘛，你的时间还长，只要勤加练习，日后定有不凡造化。可，杨公子，刚才对你出手只是试探，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耿耿于怀呀。杨公子啊，七公既然将这丐帮信物传给你，他是希望你成为帮主。你要如果再违背的话，难道要我们3个老家伙给你跪下不成吗？万万不可！3位长老为了丐帮前途，晚辈岂敢怪罪？既然话都已经说到了这个份上，晚辈若是再推脱，便是不识抬举了。从今往后，还请3位长老协助我统领好丐帮。金哥哥，蓉儿，鱼快好了。小心小心！差点就烧着了。没事吧？没什么大碍，没事。啊，吓我一跳。金哥哥，这话有些古怪。什么古怪？木遗书，铁掌，中锋。第2，武木遗书的线索藏在这画中啊！看来完颜洪烈那狗贼推测武木遗书藏在宫中翠寒堂不假，但他最后只得到了石匣，却没得到遗书。原来是因为这更重要的关键宝物早就被我取师哥盗走了。你是说，这幅画就是武木遗书啊？不是，这只是一个藏宝图。这画中隐藏的字，便是武木遗书位置的关键。铁掌中锋，第2节。裘千仞这骗人的家伙，不就是铁掌帮的帮主吗？难道这武木遗书还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武木遗书和裘千仞有关系的话，指不定又是他哪门子把戏。不过我觉得裘千仞并不知道这回事，不然完颜洪烈早就拿到武木遗书了。那咱们得好好把这曲师兄的画保护好，不能让金人知道。哎，兄弟，这片我们占了，你们往那边去吧。好说好说，都是丐帮兄弟，明日大会见。哎，这些穿着得体的人，怎么和丐帮的兄弟打招呼时，还称他们兄弟？他们只是衣服不同罢了。你是说，他们也是丐帮的弟子？没错，丐帮分为巫医派和净医派，穿着邋遢的呢就是巫医派，穿着得体干净的就是净医派。啊，那他们岂不是完全两路人？对啊，他们2派互不对付。七公他老人家啊，曾经想让这2派合二为一，费了很大劲，可是都没成功。这也是历任帮主最头痛的事。259，哎，来喽！2位客官里面请。您请坐。小二，把你们这儿特色菜都来1份。好嘞。再温上一壶好酒。好嘞好嘞，2位稍等啊。蓉儿，你会不会冷啊？回去吧。不用关窗。秋日风寒，怕你着凉。风寒虽然刺骨，但却让人清醒。而且在这临风中喝上一壶温酒，岂不别有一番风味？好，那我听蓉儿的。
您的菜齐了，请慢用。来，多吃一点。蓉儿，看到这湖水，我想起了一个人，你猜猜是谁？我猜是裘千仞那老骗子。你说他要是在这个季节掉入水中，是不是再也不敢骗别人了？两个娃娃，好大的口气，居然连铁掌水上漂裘老儿都不放在眼里。这位大哥，请上座，共饮几杯如何？好。既然二位不嫌老叫花子邋遢，我又怎好推辞呢？小二，多添一副碗筷和酒杯。不必。乞丐呢，要守乞丐的规矩，要饭得有要饭的样子。主人家既肯施舍，又怎能脏了人家的碗筷呢？前辈说笑了，尝尝这壶温酒。谢谢姑娘，谢谢大爷。来，那我们一起喝一个。前辈怎么称呼？二位是洪帮主的弟子，年纪虽轻，但我们是同辈。你们喊我一声大哥，我姓鲁，叫鲁有酒。鲁大哥原来早就知道我们俩的来历。二位的事迹，帮中的黎生、于兆兴二位兄弟早就告诉我了。我方才听二位谈起裘千仞与铁掌帮，好像对他的情况不是很明白。哦，鲁大哥可有什么别的消息？裘千仞是铁掌帮的帮主，这铁掌帮在两湖四川一带声势极大，帮众杀人越货，无恶不作，对内勾结官府，对外私通金人，干着那里应外合的勾当。这裘千仞不过就是个骗子，哪能弄得这么大的声势？裘千仞可是准武绝的厉害角色，我帮洪帮主想胜他都无益。铁掌功掌法精妙，可与我帮降龙18掌媲美。姑娘，你可莫要小瞧了他呀！鲁大哥，你也被他骗了。我与裘千仞交过几回手，什么铁掌水上漂，都是江湖骗术，花拳绣腿，毫无真功夫可言。可我听说他在深山之中隐居，苦练铁掌神功，足足10多年没有下山来呀。这下可穿帮了，我俩这几日刚见过他。小二，给我们寻一处安静的位置。得嘞，您跟我来。吃菜。康哥，怎么了？我觉得这家店不怎么样，换家吧。啊？好吧。饱了，饱了，饱了！别给我夹了，你快吃啊！鲁大哥，那3位前辈可也是丐帮长老？是，姑娘好眼力。丐帮自帮主之下共有4位长老，我是执法长老，那3位分别是传功、掌拨、掌棍长老。蓉儿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丐帮弟子以身上背负的布袋为自立，布袋越多，辈分越高。这3位前辈都跟鲁大哥一样，身披9袋。原来是这样。蓉儿，你观察得真仔细。鲁大哥，您是巫医派的首领，那3位是净医派的首领。这个我倒看出来了，他们穿的衣服比较干净，鲁大哥的比较脏。巫医行起，方是正宗的丐帮本色。若是有名无实、装腔作势，干脆就别做什么叫花子。鲁大哥，依我看，与其穿得又臭又脏，一点也不舒服，倒不如咱们派把衣服洗洗干净，这样穿着舒服，还能化解2派之争，岂不两全其美？
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自然嫌弃老叫花子瘦，向着静一派说话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咱们就此别过。鲁大哥，蓉儿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错话，惹鲁长老不高兴了。你刚刚不该说那些话的。可是我就是不想穿脏脏的衣服嘛。没事，那等下次咱们再遇到鲁大哥，请他喝酒赔礼道歉。好。在下彭旭，见过2位少侠。见过彭长老。彭长老，这是何意？少侠，你已经中了那鲁长老的毒了。啊？我们与他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对我们下毒？2位有所不知啊，这老盖心眼极小，我看多半是2位在言语中得罪了他吧。可是蓉儿并非此意啊。这个奸诈老盖，他哪会管你们有意无意呢？只要是不合他的心意，他便会对你们痛下杀手。我是最看不惯鲁长老的为人处事。今天你们能碰到我，算是你们走运。这是解药，你们速速服下吧。刚才那位鲁长老虽善于用毒，可我却觉得本事也寻常。上个月，吸毒欧阳锋刚请我喝过3杯毒酒，那才有点门道。哦，2位还有这等遭遇？哦，前辈好意，我们极为感谢。这2杯酒，我们敬你。那奸徒所下之毒剧烈异常，2位还是速服解药，否则延误难治。前辈既然不买账的话，那这解毒酒不喝也罢。姑娘好身手，我也是一番好意，你们还是不要辜负了好。蓉儿小心！这个是我从他们包裹当中搜出来的，您看看，这幅画值钱吗？哎，只可惜有些破损了。都破损了，还一直随身携带，这才有些奇怪吧？哎，确实啊。果然有蹊跷，好像有字。我一书，铁掌中锋，第2节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话有些意思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那这就算作我给未来帮主的一点贺礼了。多谢彭长老。靖哥哥，靖哥哥，皓云，蓉儿，是你吗？是我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满头大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做了个特别恐怖的梦。我怎么会
会这样？我们中了人家的道了。莫非那鲁大哥真的给我们的酒下毒了？我觉得鲁大哥倒不至于会下毒，问题就在那个姓彭的糟老头子。江湖上有一种摄心之术，只要与其对视2眼，便能让人沉入幻境，沉睡不醒，梦中所见皆为心魔。我们就是中了那坏老头的邪术。没想到丐帮还有这等下流之人，下次我遇到他，定会好好收拾他。金哥哥，解不开的，金哥哥。这绳索以牛皮混以钢丝而成，越用力就越紧。那怎么办啊？眼下我们也逃不出去，只能等那个姓彭的来，看看他耍什么花招。也只能这样了。